你可以看到，就是像美联储，还有什么英格兰银行、德意志银行、爱尔兰银行，他们都不是公立的，都是私立的银行。然后这些银行里面，你要去看它那些复杂的那些股权架构，最后都会指向某一个团体吧，或者说所谓的深层对，政老高府镇压。小莫也讲过这个嘛，就是某一个家族、一个财团。说那些家族，他之所以他要制造战争啊、分离啊、恐惧啊，包括他操控媒体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到蜥蜴人控制的。因为也有个说法嘛，就是那个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那个 Elizabeth， 你要去看她的那个词源 air lizard bat， 就是 air lizard 就是蜥蜴嘛，bat 就是出生，而那个蜥蜴人呢，他可能不是那种就是实体的存在的蜥蜴人，就是说他就是靠来吸收我们这些被禁锢在地球上的灵魂的这种恐惧的能量，靠他们来活着。所以说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这个太上天书其实都就是比较隐晦的提到了啊，他都暗示了很多。他说你们看到的这些表面的这些政府啊，这些财团呐，实际都不是真正的这个幕后主导者。你真正的幕后主导者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操控大师的话，他一定是会隐藏自己的身份的啊，他就是非常隐蔽的这样一种存在啊。真正在台面上看得见的这些叫得出来的名的这些。都是一些傀儡而已，都是一些就是角色扮演者，就是对代言人，对，一些傀儡而已，一些提线木偶，这个很正常啊。太上天书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世界确实就是这样运作的嘛。然后资本、金钱、金融，它可以操控这个世界，因为操控肯定是需要一些线啊，一些途径、一些方法。如果每个人变得一无所需了，然后不相信这个了，也不崇拜那个了的话，那么这些线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失效了，对吧？每个人都自给自足了，那这个肯定不是社会想看到的。所以说，社会在你生下来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会给你加很多所谓的义务、责任等等等吧，一系列这些东西，然后就让你变得不自由，然后让你去玩，按照他的这个游戏规则去玩让你去种地你就得去种地，让你去搬砖你就得去搬砖这个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因此而沮丧，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它是真实的，具体是什么人咱们不得而知，但是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幕后主导者的，这个是真的是有的但是不要紧，因为有服务自我的这种大师在背后操控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啊、战争啊、金融啊，那么就同样有这个相等的、相匹配的力量，有这种服务他人的大师，也在为这个地球贡献着他的这种比较光明的这种力量。其实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也是相当于服务他人的这个贡献一份力量的感觉我们在替那些大师在发声把他们的教导传讯传播给更多的人更多就是想吸收这种养分的人，那其实也是一种力量，只不过我们这种力量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绝对没有那么强硬，但是它也不失为一种力量。因为很多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能感知到其实你真正相信的一些东西并不一定是你白天在外面某一个角色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儿，那些事情可能你也只是在完成一个角色该做的事情，你其实内心是不买账不相信的。因为我也有这种感受，就你白天的工作白天的生活只是一个角色感的东西，只是一个谋生或者说是一个所谓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流程。但是真正我们晚上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那个内心的声音是比较真实的，然后那个时候的你想去聆听什么，想去学习什么，或者说想去相信什么的时候，反而那种感觉是比较真实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有过。哎，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内心夜深人静的、夜阑人静的时候，给过你有什么样的声音，有什么样真实的那些
我觉得我们之前说了那么多期的这个聊天呐、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很深层次的一些声音。这些东西我们不可能白天的时候拿个大喇叭去外边去宣讲的，别人会觉得你精神有毛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很好的平台，很自由的平台，然后我们把它讲出来、讨论出来，然后传播出去，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声音的一种主导、一种引导。所以你一直都可能，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冥冥之中它有一种主导，但是这个我们只能说相信或者不相信嘛，反正我是相信的。就一切事物的意义，并不是我们能够简单的去评判的。可能你表面上看起来最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反而它可能是最没有意义的。但是你需要一种智慧，或者说人生达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看清这一真相。对对。就比如说我这一生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学习了很多，但是我知道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对我有意义的就是这些灵性的这些相关的知识和这个对我灵魂有提升的这些东西吧。然后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就正因为深信不疑，所以说我才愿意学习更多，而且愿意去讲出来更多。就是所有的这些对话都是我内心的声音。所以说做这件事情本身我就是非常觉得是舒服的，因为它是给了你一个平台和机会，让你自由的去发声，没有任何的束缚，因为大家也不认识我是谁，对吧？对啊，而且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我们这个系列可能没多少人看，但是后来发现哇，你看后台的完播率还可以，有一些听众他一直听到了，就是最后，反正而且一看那些朋友们的留言吧，还是很感动的。对，就是它会像滚雪球一样吸引越来越多有着类似于相同想法的人，就是产生一些共鸣嘛。其实这个世界被尘封了太久了，然后这些东西你没发现近几十年是涌现出来越来越多吗？前面不是说到了吗？那个种子和虫子的那个故事嘛，就是有很多园丁，很善良的园丁，他希望能够看到种子发芽，然后他就会好好的来收拾这个农场。好，但是呢，在那个地底下嘛，还有一些虫子，它会不断的制造恐惧，制造分离告诉种子，哎呀，你不要发芽呀，上去了会很痛苦的上面有什么好的？这里多温暖呀，多安全呀，多有保障。对，在诱惑这个种子不去发芽。但是最后决定种子能不能发芽的，还是每一个种子自己如果是说不行的话，它就等下一个春天了，但是它也不会烂掉。那一群虫子，它们的粮食就是那个种子，它因为恐惧而产生的那种能量波吧。当然它种子肯定就是比喻我们每一个普罗大众嘛，每一个人的灵魂吧。好，然后但是呢，他的这个种子的意思是说，每一个爱的潜能者，就是有可能走上服务他人道路的这样一个爱的潜能者。那就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种子，有一些他选择其他道路的，那他们就不是种子。对，就是说有一些是种子，有一些是虫子。虫子指的是那些具有服务他自我的那种潜能的一种那些人，那些存在他们更崇尚于那种服务自我的感觉，然后操控他人的感觉利用他人的感觉，然后非常的快乐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们也渴望发展成更高级的虫子。咱们就是说作为服务他人的潜能者，爱的潜能者，咱们是渴望长成参天大树嘛，我们去开花结果，我们去滋养更多的生命，对吧？这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其实从老高小莫开始，他们讲的内容你就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就是都是那种很神秘的呀，有一些是很精神的很这种猎奇的，或者说是外星人宇宙生命就都是一些很大的话题，实际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在生活当中用不到的东西。
对吧？对。但是为什么它有那么高的订阅量和点击率，这个那么多人喜欢？其实就是大家内心的某一部分对这些东西是天然的会去吸引到的。对对，它不是实用主义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实用主义的东西，它是更高层次的一种精神的满足。对对，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好说什么东西是实用，什么东西是不实用的，它一切它都是在那个它没有绝对性的。对，你说的太对了，就像包括我们说中国人很多的时候，哎呀，烧香拜佛呀，或者到了生命最后的或者说最无奈的那个时期，可能我们把力量是转向了去向一个更高力量去祈祷、去祈求。当我们真正绝望的时候，对不对？就我们发现我们一切的手段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用金钱、人际关系、权力，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无法去改变某一个事情的结局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会变得很卑微、很谦虚，我们可能会去祷告，就像电影演的那样，对不对？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儿祷告，然后就是这种，我们反而在那一刻，我们放下了之前所有的武器，然后我们走向了精神。对呀，对呀。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都有这种剧情？就泰坦尼克号最后那个船沉的时候也是，很多团体就是他们在祷告啊，因为你已经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就不如祷告了。那你说这个祷告有没有用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人其实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神性的满足，这种满足感才是意义的所在。因为你所有物质的东西，它只能跟身体发生接触，它怎么去触碰你的灵魂和心灵呢？你那个吃的那个汉堡，它能塞到心灵里面去吗？它只能转化成某一种快感，让你感受一下，对不对？就是稍纵即逝的，对吧？对呀，对呀。换成一种舒服，一种舒适，实际上它是塞不到你心灵里面的。也就是说，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已经拥有一切了，我已经什么人生的那些目标我全部都实现了，我为什么感觉如此空虚？我为什么感觉还是不快乐，还是不满足？这就都指向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找到那个真正解开我们生命这个答案，或者说生命目标的这个钥匙。人生命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性存在，这个就是结论。物质是没有办法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满足的，这也是一个终极结论。所以说我们的谈话，我们节目的意义就是在于开启精神的这扇门，而这扇门往往都是免费的。对对，它是没有门槛的，说你必须得买一个几十万的一个什么特斯拉，你才能感受这份精神。那它一定不是真的精神，它一定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其实真正最宝贵的东西其实都是免费的，比如说阳光、空气、水，还有对呀，还有什么来着？对呀，一切呀，其实就是一切都是免费的。你说这地球上什么东西跟咱们真正收过费？是我们人类自己画个圈去收费的。地球本质全是免费开放的呀，所有的植物给你提供的任何东西没有收过税吧？没有。你去播撒个种子，然后长出来玉米之后，那玉米没说你要摘我，你得付钱，你得怎么样交换，它都是无条件给你的吧？对啊，对啊，而且它是吸收到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能量，然后光合作用啊。对啊，那你就顺着这个话题，其实你就可以聊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本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本质也不是我们人类社会这样去设计出来的，它的本质其实也是很服务他人的。你看太阳从来没有收过税，从来没有收过钱，对不对？
对呀，但是他在这儿免费在这发射这个能量多少亿年了，对吧？他也没有抱怨过谁。那这个地球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土壤和海洋，这么多的丰富的动植物的资源，包括矿产、煤矿、石油这些，他也没有跟谁要过钱呐，是我们人类自己去制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真正的宇宙法则吧，其实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免费背后的意义，我们人类是无法理解的。人类一定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人类在社会这个染缸里泡了太久了，就像葫芦娃里面那个七娃，他已经被熏的已经不正常了他已经迷糊了，他已经疯狂了，所以说他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但实际上疯狂的是我们在社会当中的人，疯狂的是我们。所以那些宇宙外面的文明看我们就像看疯子一样，就说你们怎么都能把自己物化到这种程度。对呀，对呀。就明明你们是一个高级的精神存在，就海奥华那边的这个高等外星文明，他们就说嘛，他们说你们人类怎么一点不重视灵性呢？就你们怎么那么不重视精神层次呢？天天的就光顾着这个身体怎么样，一点不在乎自己的心灵的这个满足，所以他们都觉得很诧异。所以任何一个光顾过地球的文明，高等文明都会产生类似的感叹，就是泰雅天书也提到，就是为什么地球上的人类能够在物质这个追求上走得这么远，而且这么的执迷不悟。对对。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我也作为一员，我完全理解，但是我并不就是以此为荣吧。就我觉得人，该吃吃，该穿穿，但是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跟朋友聊天的话题不要是我吃什么了、穿什么了、用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太无聊了。对，我也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她总是说，哎，我用迪奥的口红，我用什么，我又买了什么洗面奶，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对，我明白，这种虚荣心，其实它几句话就说破了，因为你只能是跟不如你的人去比较的时候，你才能产生所谓的优越感和虚荣感。只要是跟比你强的人，你都受到的是一种挫折、挫败感，对吧？我们那种虚荣心就反噬。对，就这种虚荣心假得很。你跟世界首富去比，对吧？你跟贵族英国什么贵族去比，你都是要饭的，对不对？人人都是乞丐，那人家一顿饭就是几百万、几千万，那你怎么说？你这一辈子你都吃不到人家那一顿饭，那你觉得这种比较有意义吗？就像蚂蚁和大象在这比个头似的。对对，我记得，对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我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个前夕吧，我去了印度的北方邦，它有一个城堡，有一个宫殿吧，那宫殿是印度一个土邦它现存的，因为它跟别的宫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所有的家具嘛，就是原来它主人生活的样子全部都保留下来了。如果去故宫的话，它很多家具都换了嘛，或者去那些什么皇宫的话，但在那里的话，你就会感觉是去参观有一个富豪的庄园，真的感觉到我就是穷人了。他那一个卧室比我们客厅都大2倍，然后他游泳池的话，3层的，相当于是3层的，你那水那么有钱，水搞那么深，而且他那院子那基本上比欧洲的随便爱尔兰的随便一个城堡7、8倍那么大然后而且他那个一般城堡前面不是有很大的一片庄园吗？它其实就是显示我有地，我有钱。好，可是又怎么样呢？你看最后他那个财富是来自于人民，然后到了那一代，他的家族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么大的一个房子，好，然后最后也给他捐了，做成博物馆，然后给游客免费去参观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实当你看得透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就是你觉得我能理解，但是你会看得透，你会觉得其实
也就那样吧，就是我们承认人家好，咱也不能说就是对吧？我们没有拥有那种巨大的财富与奢华，我们就去贬低人家，我们也不去嫉妒人家，就只是说这个东西它带来的享受和快乐是有限的。对，就是这种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蚂蚁和大象去比个头、比身高、比体重、比一切，它这种比较本身就是很无聊的。对对对。那你说，你觉得，比如说地球这个存在，它如果是一个对吧，可以讲话的一个存在，一个生命，对吧？那你说它会去跟木星比大小吗？他说，它会去跟太阳比什么什么吗？比质量吗？你觉得它会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没有必要去比什么369的。可是呢，就是我们的大脑病毒，它就是会当你在比较的时候，你就掉入了这个分裂的这个怪圈里面了。你其实就是在玩恐惧，你就是在用恐惧去生活。你为什么要去比较？你比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去制造一种恐惧，就是这是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制造痛苦，自寻烦恼。所以佛教讲的是平等心，就是没有分别心。它这种智慧就是，可以说是一眼戳破我们人类的这种非常奇怪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是我们大脑病毒预设的程序，可以说不好改变。但是我们至少要先去承认这种心理的这种不健康吧？我觉得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就你通过比较，你能得到什么？只有2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比较你得到了快乐啊，我比谁谁谁强，我比谁谁谁强。你看我活得比世界首富寿命更长，我好快乐，哈哈哈。啊，我活得不如世界首富，人家一天的生活费用顶我10辈子的生活费用，我好痛苦，我不想活了。那这不就是比较唯一能得到的事情吗？就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为什么不会去比较呢？因为他看得透事物的本质，本质就是大象就是大象，蚂蚁就是蚂蚁，老虎就是老虎，青蛙就是青蛙。你不要去跟大象比力量，你也不要去跟什么什么，对吧？你生下来就是有你的特性、个性和一切。可能你所有的地方都技不如人，但那又如何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强呢？就这个是谁灌输给你的呢？就像说，什么冥王星、海王星是太阳系最小的，那他怎么会因此感到自卑吗？在太阳系当中，这不都是人强加给他的吗？对，就像我们再去看小学，比如学前班的时候，你考了多少名，考了多少分，拿了几朵幼儿园老师的小红花，你就是这个，对啊，你就拿了1万朵小红花，你又如何呢？对啊，但是你想象那个过程吧，那一刻，那就是那段时间的友谊啊，然后爸妈送我们上幼儿园，接我们回家，就那一刻不同的体验，那反而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你想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话，就是说上师说了，去留意那些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让你产生爱的感觉的时刻。他说，其实在那些时刻当中才是真实的你。也就是说，那些时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它是能够反映生命本质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去目空一切，然后虚无主义，我们就是说所有都不存在，所有都是相，都是空的啊。那我们还活着干嘛？那我们生命还存在干嘛？生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本质，就是你是无法去就是忽视它的。你最终每个人都会明白的，就是你的本质就是这个爱为什么说是爱呢？因为我们之前讲灵性和心灵嘛。实际灵性和心灵它心灵是功能啊，灵性是本质。就是心灵除了能够去认知和体验之外呢，它其实也是爱的一种呈现吧。
一种表达方式。因为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纯抽象的东西，它是你完全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但是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种。你只能通过一些方法和现象去表达它。就比如说心灵实际上就是爱的一种表达，是灵性的一种表达。当然这个就太高深了哈，咱就不聊了，因为也没有办法听懂，我能理解。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爱是本质，然后爱创造出来心灵，那么你说心灵它一定具有它的创造者的这个特点吧，对不对？这个你能理解吗？我可能有点不能理解，能不能具体点？就是我们的本质是灵性，是 spirit，灵性的本质就是爱。然后呢，这个爱呢，这个本质呢，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原因以后我们会讲，它创造出来一种功能，叫做心灵。心灵产生之后呢，就可以去认知事物了。它通过认知，它就是相当于可以去体验、感受，去觉察了，它有这个能力了。也就是说，它可以感受这个虚假的世界，这个虚假的宇宙了。那么，这个心灵既然是爱创造出来的，那它一定是具有它的创造者的这些特点的，这个能够理解吧？对，就像说你是黑人，你生出来的孩子也一定是黑的。就像我们是一滴来自于海洋的水，那我们肯定也具有那个海洋的那种特点。对呀，就是你液体创造液体嘛，不可能说液体创造出来一个别的东西，对吧？那么爱这个本质创造出心灵之后呢，这个心灵就开始分裂成表面各种个体啊，就是貌似各种个体之后变成你我他了，对吧？你和我，然后他开始去体验这个世界，物质世界。那么因为爱这个本质就是我们的本质，那么我们作为心灵是不是就是也有爱的这个特点呢？对啊。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体验到那些比较明显的那种爱的感受，爱的瞬间，这个能明白吗？能。就比如说爱有很多表达形式，比如说慈悲，你看到了动物啊或者同类啊那种怜悯的心，这种你有过吧？对，就是由内而外生出那种怜悯，那种慈悲，对吧？这是一种爱的体现。或者说对他人的那种喜欢，对于一些什么美好的那种感觉，那种喜悦，那种幸福，它其实也是爱的一种体现，一种表达。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特别光辉的一个人性的一个那种就是光明面的那种表达，那种伟大，那种自我牺牲也好或者之类的，然后你受到了感动，你看这个电影你被感动哭了，那一个瞬间你是不是体会到了一种很美妙的一种感觉？对，就是被打动的那种感觉。对啊，那也是爱的瞬间呢。也就是说，这些爱的感受，或者说比如说你毕业了，你离开学校了，你离开母校了，你会一回头，你会有一种，对吧，油然而生的一种感受，你依依不舍，你恋恋不舍。那这个不舍是什么呀？爱。对呀，就是爱呀。所以说这个爱不是说你自己幻想出来的或者制造出来的，这就是你生来的。你被创造出来之后，你就具有这种能力，只是某种原因它有的时候会被封闭或者说不表达的状态下，但是在某些瞬间它会被点燃。那么这些爱的时刻，为什么说上师你要让你去注意这些时刻，去留意这些时刻？因为他说在这些时刻当中，其实你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也就是说，当你明白了那些是你真正的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成为爱，就是太傻天书说的成为自己。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你之所是，你要去掉障碍。我们之前就讲过，耶稣说就是爱的反面就是恐惧嘛。但是你看你的生活当中，你不是在爱的状态下，你就是在恐惧的状态下。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被恐惧给控制住，然后恐惧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我们都知道，是痛苦的、不幸福的，是这个悲伤的、压抑的、郁闷的，对吧？一系列的那些愤怒的，我们能形容的那些词，我们也感觉是如此真实，对不对？但是耶稣就是说想告诉我们，你只能在这两种当中去选择一个，你不可以同时成为两种。也就其实太傻天书也是这个意思，他不停地强调你要去成为你自己，不要让那些大脑病毒制造的恐惧的那些程序每天去影响你的思维，让你阻止你成为爱，因为爱就是无惧，没有恐惧，no fear。对，我想跟你聊一个我上次旅行的那个经历。我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就是刚下了飞机，在机上，我发现那些就是土耳其人啊，他真的是既不通文也不通众，文化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会英语的很少，但是偶尔就是你遇到了，就是有一些大学生嘛，我们用谷歌翻译去交流，他帮我去带路，甚至说走个几百米的。然后在那一刻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爱呀。他图啥呢？这个我跟他又不是一个同胞，也算不上，就是也没有收过钱嘛，就是带我走了那么远啊。不过呢，就是后面有一个小的一个插曲，那个故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就是我在我有时候看到他那街边有一些小摊贩嘛。一些商贩，然后他就是要收摊的时候呢，搬了有一些东西，比如他有一包零食掉下去了之后，那第一次我就去把它捡起来，我说哎，这你的东西掉了，然后那位小贩他很感激嘛，谢谢一下就走了。然后第二次的话又遇到有一个中年人，估计他40岁出头，40岁出头，然后就是那种就有点胖胖的，一看是亚洲人，大胡子嘛，好，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刷子，掉了之后，然后我捡起来给他，他先说谢谢，然后之后马上把我叫回来了，因为他是给人家擦鞋的嘛，擦鞋的，然后他说他让我赶紧把脚撑过来，他就直接直接伸当然他就直接强行的去给我那个擦鞋，然后我说哎我不需要你擦呀，然后他不要紧，你放松，结果擦完之后他就强买嘛。他就要我去给他那个付钱，然后我想到在国内的那个以前他擦鞋不就是差不多5块钱嘛，5块钱，而且那个时候我现金带的也不是很多，我再过2天我就要走，走了我得留一些钱自己吃饭嘛，然后后来他就不断的他说他那个就是有4个孩子，然后要养家糊口，然后他用那种很蹩脚的英语嘛。然后他还跟我说他刚做了手术，乱七八糟的，他让我给他相当于20块钱人民币的那个费用。我说你这就2分钟，肯定就划不来嘛。第二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然后后来他马上他就开始威胁我了，他说他说他会拳击，要揍我还是怎么样。然后然后那一刻其实我也就是我直接给了那个相当于5块钱的那个土耳其里拉给他之后，然后最后他很生气，他就直接一口老痰嘛吐在我的包上面，吐到我的包上面了。但是我也没有跟他那个理论，也没有跟他那个争斗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拿一张纸巾，最后把那包擦一擦，然后把那纸扔到旁边。
好，然后就是我后来就是就想到，怎么说呢？我也能够理解他嘛，他那种教育环境，他他那种条件，或者说他有那种投射，他觉得我向你暴露了我的弱点，我告诉你我现在很贫穷，我需要钱啊，然后结果你不领情，那你就是恶人，还是怎么样？反正最后我就直接接受了。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真的挺可怕的，然后就是说你选择了去忍让他吧，就是包容他。其实他这个行为挺过分的，然后也是，哎呀，就是可以代表我们人类的种种恶行之一吧，相当于就是非常自私自利的一种，对，而且他一开始给我擦血的时候，你从哪里来的？中国，我爱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了，我最喜欢中国了，我是安卡拉，我来自安卡拉。就后面就是你变脸了，就从那一口老痰过来，就像孙猴子的脸，180度大翻转。我明白，就是他为了金钱是可以没有尊严的，然后没有什么自我，没有什么体面的吧，就是说，其实也是挺可怜的这种人，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就只不过程度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吧，很多强买强卖的销售啊，然后那种脸皮特别厚的反复推销的，我以前也见过。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人能把自己变成这样挺可悲的吧，我觉得。其实你没有跟他再更多的争执也是对的，因为他本身活的已经挺可怜的了，其实就是坑蒙拐骗嘛，就属于这种的。对，你就是跟他打个你死我活的，他又怎么样呢？他就是也光脚不怕穿鞋的嘛，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也就不顾体面了，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说一个词叫强龙不压地头蛇，但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龙和蛇，大家本质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就直接接受一切，过去就过去了。有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强权，然后去剥削别人，反正都是类似的性质吧，就是挺可怕的。就不善良的这种东西，我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吧。善良的人总是特别像，不善良的人各有各的恶，就是这样。对，然后类似的故事呢，还有一个，因为我突然一下子灵感到了，我就想说嘛。不过也是我最后也是还有50秒，那我们就再重新开一下吧，你再说。可以。你重新开一下啊。好，那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对，我们下一章下一个章节可以，再开始。好，非常感谢啊，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